万年前，若无帝尊平息创世之战，你们魔族早就灭绝。这些年，你们不断扩张自己的领地，偷取仙界法宝。为了不引起祸端，帝尊从来就没有惩戒。仙神两界，对你们来说只有恩义，并没有亏欠。我魔族宁愿不要这恩义，自己争出一片天地。原来你是以族人的福祉为借口，成全你自己的野心。到头来，这些族人都会成为你野心的陪葬。随你怎么说。此战谁胜谁败，我们战场见。你疯了！这郡主何等高大，你用真身连接救符，这和螳臂当车有何区别？亲自打回原形，重则元神俱灭。云墨，他疯你也跟着疯，他好歹是个四野汉丹，那又怎么样？而你只是条小黑鱼啊，朋友！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。我说过，我要与颜淡一起，天塌下来了，也我和他扛着。就算死，我要陪着他一起死。不愧是我朋友，好样的！好，死都不怕了，连药扛一起扛。快用小安静！先修天机。不行，上古修炼之法与今日完全不同，死记硬背，难得精髓。快，倒转运功！先在玄草，再修天机。去！好，我知道了。这回给我带了什么好吃的？你来衍虚天宫当差也有段时日了，如今又在战事，怎么还如此好吃懒做，不思进取？知悉副长是此次前来，是因仙魔之战急需法器疗伤。你平日时常跟随在帝君身侧，应该熟悉法器的存放，便由你来指引吧。嗯，好的。算了，知道你贵人多忘事。虽然你没有给我准备吃的，我给你准备惊喜了呢。你好久都没来看我，这份惊喜都要蒙尘了。我是你姐姐，也是妙法阁的副掌事。我想要什么东西，会凭自己的能力拿到。一炷香之后，伤兵就要送到天医馆了，快些把正事办了吧。好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这么性命攸关的事情。那我现在带你去寻法器，走。还差赤云鼎和缠金断。这两个法器我平日连面都没有见过，范归君也从未提起过。姐，你确定是在衍虚天宫吗？妙法阁登记造册从未有误，是你自己办事怠慢，不熟悉宫中的物件。失去了一半根茎，果然元气大损，修为丧失近半，这气力也减损不少。
是我姐厉害。你这样毛手毛脚，得多摔个几次才懂得小心。先玄仓，后天机，是不是按照我上次跟你说的回去练习了？威力是不是大增？还不夸夸我？小寒经这种高阶仙法，我是因妙法阁职务所需才去学习的。你是负责打扫的仙士，宫中的物品摆件都搞不清楚，反而去钻研这些，也太本末倒置了。没有了，我只是在抄那个仙法的时候，我觉得里面有刊物。帝君让你去抄录典籍，不是让你去偷学的。仙界上下有序，理应各司其职，否则便是僭越。创世之战中，帝尊为救活上古遗族血鹰，以新月刃剜肉喂鹰，血鹰一族得以保存，而帝尊却留下了永不愈合的剜月形伤痕。他们的所作所为，你能做到吗？大战之中，你能活得如此安逸，是因为有上神以自己的血肉守护着仙界的和平。开战以来，我向战场上输送法器和丹药，未有一刻停歇过。而你还像往常一样好吃懒做，连自己的分内之事都做不好。我其实没有偷懒，只是那些法器经久不用，我实在是不熟悉。你不需要和我说这些，你已经长大了，自己该做什么心里清楚。我要带着这些法器回天一馆复命了。姐，颜淡也真是聪明伶俐，上次从那儿借的典籍，我怎么都学不会，可是他一学就会。颜淡啊，那当然啦，颜淡比他那个姐姐芷溪强多了。你们少在这议论是非。他是他，我是我，不需要比较。怎么样，胜了吗？那你们为何这副神情？因为这场胜利代价太大了。创世之战以来，上仙上神之列，从未有过如此惨重的折损。那应元帝君呢？岂不是出征的上神，除了应元君外，无一生还？连祭都星君也不幸阵亡啊！不仅如此，连4大神器都在决战之时陨落，死去的天兵天将足有8万人之多。天兵送应元君回来时，还说战事一切顺利，怎么会这样？帝君！3大帝君呐，魂琴他们在哪儿？帝君，战事已经结束了，至少结果是好的呀。您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保全您自己的身体。您一旦伤心动气的话，这毒性必会扩散的越来越快啊！回答我的问题，我离开之前，魔界已经被剿灭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伤亡？还是说你们在误传战况？虎毒攻心，帝君怕是要入邪了！回答
问题？说，战况已经传遍仙界，帝尊也已经下了明示，据说是仙师玄香这次大帝君和基督星君不备，将大军引入了魔像之中。因儿，帝君，我不该走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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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帝君，你不能再伤心动气了。别放我！帝君病发了，快去禀报帝尊！仙魔之战，死伤惨重。昔日枕兵卧马，同生共死，今唯我独活，苟且偷生。应渊承蒙厚恩，统领此战，竟一叶障目，使战局混沌。岂有面目再行走于九重天之上？毒发入骨，此乃天惩，何该承受？绝无因我残躯祸害仙界之理，今自远离，回馈无敌。唯愿帝尊安乐，勿恤，勿念，应渊。这火毒，当真无解吗？南域，我们拼尽全力，也只能让帝君减少痛苦，延缓时日。只是帝君哀痛过甚，不愿医治。应渊的性子向来坚决，如今悲愤自责，如果强行把他带回，恐怕他会自戕谢罪。可是毕竟胜了，诛仙面前也应有个说法。如若应渊帝君身中火毒之事传出去，只怕各界又生异动。遥知盛宴将至，妖魔冥三界损伤惨重，还需帝尊重拟六界秩序。应渊君伤势已愈，只因太过苛责己身，下界云游，尽兴变返。明白。至于这六界嘛，如今九重天除了吾与应渊之外，上神皆已陨灭，神界如同虚设。从今日起，神界与仙界合成为天界。冥界已在战中夷为平地，不复存在。魔界数次冒犯天威，此次更是掀起兵乱，谋反忤逆，一律打入夜望川生死场中，永世不得离开。妖族地界、魔界设战领地，皆化至凡间，统称为凡界。战火纷飞的六界已成过往，从今以后，只有天、凡、魔三界。天界雄威，恩师麾下，一族一界，焉敢不从？帝尊英明，三界有宁；帝尊英明，三界有宁。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这是天医馆不让我们去探伤，贺公仙是心里忧急，只能将这仙灵挂上，寄托祝福。帝君若是能听到延续天宫传来的铃声，
编织我们的心意。颜丹，你也挂一个吧。帝君到底是受了什么伤？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天一说，帝君伤势关乎三界安宁，除了帝尊，其他人无权知晓。可我们不是其他人，我们受他照拂，与他朝夕相处，同喜共悲。如今他在天医馆，难道我们去上个药、去递个茶的资格都没有吗？说毒发入骨，神之界恶，与妖魔又有何异？三界于我，同入掌中之物，如今就连一丧命之处都难以寻觉。褪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应元君，颜丹，洗尽纤尘仍有你依稀模样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，好不好？还有你的批封我还没有还呢，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你是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敢潇洒不敢浓。梦中有两人与共。与君别后一生我下春与秋。颜丹，对不起，今日若与你相染回宫，来日命丧，你更要伤心。日后世上再无清理帝君姻缘，无人能护你了。暗淡再开人厮守。我是偃虚天宫的仙师颜淡，我知道帝尊已经下旨，不允许天医泄露帝君的半点伤情，可我愿意入天医馆，在帝君身边侍疾，麻烦您传达一声，帝君知道以后肯定会答应的。侍疾治伤，是我天医馆各医官的职责，何须假借你手？回吧，若有消息，帝尊自会下旨告知。帝君回天以后，我们既见不到他，也不知道他的伤势如何。偃虚天宫和宫仙士心急如焚，哪怕今日抗旨不遵，我也要见他一面。你来晚了，印渊帝君刚辞别了帝尊，下界散心去了。如今各宫的仙君也已陆续回宫，没空搭理你。什么意思？你把话说明白啊！仙君，北冥仙君也回来了，他也在战场，一定知道印渊君的伤势。
严丹，你愣着干嘛呀？快去请天一。好。不必了。随军天一早已做了论断，就算是勉力开出药方，只能使他的痛苦更加久而已。仙君不是驾驭先生，只是在后方指挥吗？他怎么会伤成这样？他们中了魔军的埋伏，本帅赶到之时，仙君早已没了仙灵，受了魔界的噬魂剑，剑力入骨，神魂皆失，周身就像有无数毒虫跳动般的痛苦，估计活不了了。仙君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尽管说吧。给我一个解脱。杀了我吧！一定还有办法的。仙君不会就这么死。对，仙君不会就这么死的。一定还有办法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回魂丹，回魂丹，回魂丹！师傅，仙君，把这个吃完就不会疼了。来，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杀了我！雨墨，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快杀了我！师傅，师傅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！有生之年看到小黑鱼化人，叫我一声师傅。这个愿望许的不划算吧？明明随时都可以实现啊！你疯了，雨墨！你干嘛？严丹，既然已经没有办法，我们改变不了结局，我舍不得让师傅这么痛苦。可是如果仙君抱憾而终的话，你会痛苦一辈子的。我刚刚修炼成人形，以我的灵力，我无法救他。我有办法，哪怕只有1刻的时间，我也可以让你们相认。严丹，是我是严丹仙君，是我。雨墨，快呀，快点儿！你是师傅，师傅，我已经修炼成人身了，但是我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我现在有名字了，我叫于墨。师傅，你是九旗。不知。为师死而无憾。
贤君，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，贤君，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我会如您所愿，好好的活下去。就让我这片龙鳞永远陪着你。贤君。君生上古，祭天立极，而今为万世开太平。上神天极子虚赵胜帝君，越级赤夷湾云帝君，元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桓清及北冥仙君，陨没魔族贼子之手，吾痛心疾首，涕泪连连，追封冀都星君与北冥仙君，享上神哀荣。赐葬于神官陵之中，与圣灵先烈共存。此终此诚，永世继承，不忘而报。为帝英灵，来心来阁。幼时，我初到仙界。因心中苦闷，池中环境又与故土大相庭径，身上生了很多怪气，通体龙鳞脱落。在命悬一线之时，是师父用他的法器玉骨杵将其击碎，使我龙鳞恢复，得以保存真身。贤君这些年法器丢失，经常有上神在暗中讥笑他，嘲笑他庸碌无能。原来是这样。他是希望我能好好的活下去。我看见凡间的细折子上面写过，若有好人冤死，凡间便会下一场大雨，来冲刷世间的冤情。同时，亲眷的人也会因此得到安慰。可是，这天界有神仙公寓，有法器灵丹，有万千美景，却从未下过一场雨。天界没有雨雪雷电，亦没有喜怒哀乐。这里看上去很神圣，很庄严，实则非常呆板，并且冷漠。我的师父也只受上神虚名和一口棺木而已。往后的日子，这玄心崖也定会易主，而且世人就会像忘记酒旗一般，忘却了我的师父。他做了一切，终究是白白牺牲。
不会的，只要我们还活着，就不会忘记他。西风眠，弦歌断。流云不知斜阳倦。高楼不解流水愁。缘生灭，韶华却，几时休？斜阳照亮世间，只因世间是他所爱。哪怕不被任何人了解，亦无怨无悔。于墨，今日便让这玄心崖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仙君，您放心吧，我会替你好好照顾于墨的。师傅，我知道你一定听得到。师傅，我长大了，我会强大起来，再也不会让所爱之人离我而去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我出生时便听说，四叶菡萏可以带来祥瑞。可是我活得平平淡淡，常被嘲笑丢了四叶菡萏一族的颜面。直到我遇到了你，我才发现一切都那么的与众不同。如若祥瑞之说都是真的，我愿意把所有的祥瑞全数转送于你，只要你平安归来，千万不要像仙君那样。这是我的腰牌。好，这是我的。你干嘛呀？仙君刚刚下葬，应元君又不知所踪，我有一堆事情要忙。你把我带到这里干什么？你这几日无精打采的，再不出来晃晃，这脑子都要闷傻了。我这一番苦心都还不是为了你，出来看看热闹，总比待在屋里强吧？真是来了好多人啊！是啊，好久都没这么热闹过了。这么多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仙娥，难道今日有什么大戏吗？这帝尊为了庆贺大战得胜，此次瑶池盛宴操办得格外隆重。更是广邀3界众仙，许多在凡界修行的仙族都受邀前来。你不是平日里总觉得天界无趣吗？指不定今日一见钟情，喜而忘忧，加上我的迷人法则，再凭你这张小脸蛋，轻轻松松就能断送我的小命。天条守戒就是情戒。唉，这不能生情成婚的是9重天上的天仙上神，这些仙族都是地仙，不受天条管辖。你以为这些仙娥打扮的花枝招展的来干嘛？那一个个的一门心思想重获自由呢。今天这么热闹，如果应元君在就好了。他之前答应过我会来看我的演出，也不知道那天会不会来。瑶池盛宴乃是天界盛事，应元君从未缺席，到时候他一定会结束云游，重回天界的。既然是帝君要检阅，你更应该打起精神好好排练啊。东海龙王到！龙尊殿下，远道而来，还备这些厚礼，足见龙族富强。帝尊已经为您备好了歇息的暖殿，请随我来。带了这么多厚礼啊！这有来有往的算什么？我可听说啊，此次前来赴宴的宾客帝尊都备下了厚礼，这藏宝阁囤的是满满当当。
待欢宴结束后，便将赏赐的宝物随天河运下，分发至各个地仙府中。藏宝阁，那可是个荒僻无人、把手稀松的好地方。你想干嘛？哦，你是说盛宴结束之后，帝尊行赏之时，我们借此机会偷偷地溜进藏宝阁，把那个小仙龟藏在给龙王的赏赐当中，一同带到凡间。正是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差点忘了，给你的邀请函，记得来看我们演出啊！我给你挑了个好位置，要在演出前在后台给我们加油助威啊！放心吧，严旦，我一定来。午时开席。是啊，天界的正宴都是正午开宴，入夜方歇。怎么啦？你别跟我说你来不了啊！是，其实……哎，为了这个邀请函，我可是花了重金给你打造了黑鱼精的假身份。你放心吧，到时候盛宴上鱼龙混杂的，没有人会怀疑你的身份的。是，其实我……其什么实？你又不是蝙蝠族的，难道还怕光不成？反正如果你不来的话，我们就不演出。我必来。到时候有惊喜啊！哎，是不是说田螺姑娘也会来？她要是来的话，那才好呢。不过她给了我很多启发，我在结尾处做了一些修改。严旦，还排不排了？3天后就要演出了，那么多话，能不能多亏感言时再说？哦，来了，记得。哦。我先力不稳，救严旦时更是虚耗了许多。如若日夜不休的加紧修炼，不知能否在盛宴当天白日化人成功，只能勉力一试了。连排了3夜，还有4个时辰就演出了，这上百个灯笼一个一个点，不得点到天亮啊！那怎么办呀？如果现在不点的话，更来不及了。严旦，你学了那么多法术，就不能一口气把这些全点了吗？我又不是应元君，我没有那么厉害。再说了，我是汉旦，我是属水的，火系法术我一点都不懂。严旦，你修为长了那么多，你试试嘛。那好吧，那我试一试吧。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我再试一下。怎么回事呢？哇！好棒！好棒！哇！我点的，我厉害吧？厉害厉害！好险！多谢你了。方才我可都看到了。还是严旦仙法高强，一般一般了。我们继续啊！好。
修罗族以人骨为柴，以鲜肉为食，无不屠戮。若这光明非得由修罗族践踏我们的尊严和性命才能获取，那我宁愿亲手将它熄灭，在这黑暗中战斗至最后一刻。上古1358年，世间仅存的5位上神与上仙还清，射灭了象征修罗族统治的万古灯，创世之战由此掀开。龙族、九岐族、血鹰族、四叶汉旦族等数百仙族纷纷响应号召，加入战局。漫长的战役，漫长的牺牲，漫长的黑暗，只为证明尊严更甚于生命。应元君还是没有回来，估计你把我的事情给忘记了。怎么连云墨都没有来呢？你怎么才来？之夏，应元君肯定还在凡界散心呢，云墨或许被什么事给绊住了吧？你就不要太担心了。现在演到第2幕了，我马上也该上场了，你赶紧去准备准备啊！知道了。北冥仙君，嫉妒星君。战争结束了，我竟然感觉不到结束的喜悦。134个仙族因此战而灭族，这是第135个。此族竟然有幸存，这是四叶汉旦。花开之时，祥瑞现世，正宜养在瑶池之中。你这妹妹
真会来事儿啊！先是严诞，以《创世英雄传》一戏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，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以示先烈。欢颜如练，悲苦如己，浓者必哭，淡者履身。看来，应元君为你起的这个名字，很合适你呀。四叶汉诞，有女如此，看来你可以再一次光耀门楣了。严诞愚钝，幸而得到应渊帝君的相助，才有了今天这场戏。愿不负帝君苦心，更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继英雄。你看，此戏众仙家因你而欢颜，皆是因你之巧思啊！看来如一展欢颜。哎，看来帝尊是没有看懂这出戏呀。创世之战是何等艰难！此戏看似充满希望，实则是对战中牺牲者的叹惋与悲悯。方才殒命的北冥仙君在戏末出场，就是想牵引出在座各位仙家们的哀思。没有想到众仙家只有笑，没有泪。上古百余仙族就此灭族，众位仙家是何等心肠，还能流露欢颜？火德，你喝醉了。今日是瑶池盛宴，你赶紧回你的仙府去吧，何必在此失态扫兴？魔界之战死伤惨重，堪比往日创世之战。四大帝君战死有3，基督星君、北冥仙君死于战争，这不是一宫一殿之悲，这是三界丧事。火德元帅，你喝多了，别再说了。你身为三界之君，不去神官林亲持丧仪，祝祷守关，居然在这里居功自傲，还清圣果。天界兵将怎不心寒？此举怎能服众？老元帅，居功自傲的是你还是我？火德元帅，帝尊平日敬你重礼，只因三界之中你的仙灵最长，帝尊之容忍却令你愈加狂妄，这是犯上不敬之罪。来呀，我犯了天条啊！你是不是要立刻把我抓到天刑台上受刑啊？来呀！帝尊息怒。火德元帅，作为元军，支援除魔之战，想必战场辛劳过甚。即便如此，也不必勉强自个儿来辞。龙尊所言甚是，我天界并非没有修身养性之所，北冥仙君的故所玄心崖便是一处圣地。老元帅，从今日起便卸去你的兵权，到玄心崖颐养天年，也好寄托你的哀思和幽怨。你如此之下，本帅又何苦再为你带兵操练？与其日后独自在神官林里心寒，不如趁早去玄心崖里头养鱼浇花儿。放肆！帝尊，帝尊息怒，先是严诞有一言，或许可以解帝尊之怒。讲。昔日，应渊帝君曾经看过此戏，他曾言，他所做的一切
并非是因为功勋和美名，他只希望未经战争波及之人可以永享安乐。是以严旦认为，无论是帝尊，还是火德元帅，你们的见解都无误，珍惜盛世，便是今年英雄。起来回话。帝尊，您与帝君相识万年，想必最了解帝君的苦心。我想您是不会怪罪于火德元帅的，对吗？这是自然。先是严旦，兰心蕙质，匠心独具，此系理应夺魁。吾曾说，如在瑶池盛宴表演夺魁者，吾可以满足他一个心愿。严旦，你有何心愿？说出来吧。多谢帝尊。四叶汉旦一族，如今只剩下我和姐姐芷溪。姐姐芷溪身为妙法阁的副掌事，如今已经通过仙阶考核，待下凡历难后，便可以升仙阶。严旦想替姐姐下凡历难，游凡间，经世事，写出更好的戏本。芷溪是500年前被魔界所伤的那个女孩吗？双生莲惯有一强一弱之说。这严旦如此机灵，先是被应渊君收回宫中，帮助降服通敌奸佞，现在又得到了帝尊的赞赏，孰强孰弱还不清楚吗？恭喜呀，升仙阶指日可待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日后你行走在9重天之上，众仙看到你额上的仙殿，也只会想到今日严旦的出挑吧。无允了，你姐妹2人商量好时日，来日禀明天法处，便可替她下界历难了。多谢帝尊。帝尊，严旦还有一个不情之请。哦。严旦与应渊帝君主仆一场。昔日魔界奸佞攻上天庭时，多亏帝君所救，我才苟活于此。而此物，就是当时帝君所救时留下来的。如今旧物未还，帝君未归，严旦无颜离去。愿帝尊开恩，待严旦向救主叩恩，再行下凡。你倒是个忠仆啊！只是3大帝君心丧，只有冀都星君殒命，应渊帝君心情沉重，他已下凡去游历，吾也不知他何时可以放下自责，回归天庭。那帝尊可知应渊帝君现在伤势如何？他的伤势无碍。这样吧，等到应渊帝君回到天界，吾会告知于你，准你主仆2人话别，你再行下界。谢帝尊厚恩。姐姐，我刚才表现是不是特别厉害？你听到了吗？帝尊说了，你不用下凡了，我替你去就可以了。为了这出戏，我可是不眠不休的排了好几天呢。你都不夸夸我吗？你若想出风头，何必顶着帮我的名义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不是你说的吗？你不想下凡历练？我不耐下凡的繁琐，是我不想，而不是我不能。你今日所为，是想告诉天界我的无能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注定是双生莲中的弱者？那为何不干脆一些，在众仙面前比个高下？他昔日能击破我的仙法，几招收服浅云宫掌事，要打赢你，太轻松了。芷溪啊，以你的仙力，严旦恐怕不屑出手与你过招呢。
你不要胡说八道。姐姐，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情了？或者我说了什么话让你伤心了？你告诉我好不好？哪怕你打我几下都行。我做的这一切真的只是想让你开心。你不是我，怎么会明白我的心事？你以为你这样做我会高兴？你以为你不还手，我就会沾沾自喜地赢了你？可你这样做，只会让我更难堪。姐姐，不是你说的吗？我们姐妹之间要互相保护。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是不是我做的不对？那我做错什么？你告诉我。颜淡，往日你仗着帝君的宽和，任性妄为，如今你还借着帝君的话在盛宴上惺惺作态。马屁拍得好是你的本事，但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在盛宴之上喧哗吵闹，是失礼不敬之罪。我要去莲池旁赏花散步，你是要继续留下来与你妹妹拉扯不休，让人看笑话，还是清静一二？自个儿选吧。姐姐，你别跟他走。放这儿了。哎，瑶池盛宴这样的盛事，我被迫在此当差，去不了也就算了。你说你，大放光彩，还如愿夺魁，不好好庆祝一下，这么着急回来还书干嘛？我这藏书阁又不会倒闭的。还有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的？于墨和芷溪呢？那个，你的靠山应渊君他不是答应？都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书还完了，我先走了。龟小弟，别着急，于墨现在还没有来呢，再等等。是谁啊？竟敢夜闯偃虚天宫！你是谁啊？你找谁啊？小仙平时本本分分的，扶贫救济，从来没有干过害人之事。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没错，找的就是你。我变成这样，都是因为你咒我。平日待你不薄，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没心没肺。现在，我就要你偿命！你是哪个宫的仙士？怎么从上面掉下来了？此处可是藏宝阁，要不是李香已被禁术抬走，把守的天兵也撤了，我就要怀疑你蓄意偷窃法器了。快走！不，天兵大哥，误会了。我不过是一个小的仙士而已。你们今晚有没有见到其他人啊？
有一个人就是头发这样，一个男的，有没有？什么人？难道你还约了人合伙抢劫不成？没有。要不我带你到天牢里找找？不用了，我走就是了，不耽误你们之夜了。这个雨墨怎么又失约了？那神庙真的有这么灵吗？难道真的是我害了应元君？龟小弟，龙王的赏赐已抬走了，但是你放心吧，我会再想办法救你出去的。希望能来得及。云墨，你怎么才来？戏已经散场了。只要灯笼未灭，戏就不算散场。仙魔大战都结束了，难道还要细作？别过来！此乃禁地，速速离去，不得将今日所见传出。帝君，小仙乃是藏法阁的小仙士，今日不是有意闯来，有意叨扰。您放心，我的口风绝对严密，不会将此事传出去的。神殊危险，我先将帝君您救下来再说。不用了，我只不过是一个罪人。我不再是帝君，仙魔之战，罪责在我。如今，我已经中了无妄之祸，无药可解。我愿自负于此，你不必浪费口舌。
你怎么会如此想呢？你为天界做的贡献，大家都感恩在心。刚刚在瑶池盛宴上，帝尊还夸您大义呢。你去了瑶池盛宴？那你可看到《创世英雄传》这出戏了吗？先前听闻，有一个大胆的小仙士，想重演创世旧事，只为向帝尊求一份恩典。如今，他演得如何？可曾实现心愿？演出非常成功，得到了满堂的华彩，各路仙君都非常的赞赏。若是应元君到场的话，也一定会很喜欢的。好，实现了心愿便好。本君，我现在这副模样，不过是徒惹伤感，如此也再无遗憾。你走吧。小仙自知叨扰了应元君休息，自该弥补。看样子应元君应该是很喜欢那出戏，也十分的好奇。小仙记忆力特别好，那就让我为您说上一段吧。这出戏可热闹了，应元君听完，心中的郁结亦可消除一二。若你想换得心安，自便就好。哎，陆明，你可算来了！快告诉我盛宴上发生了什么！我第一次见到颜黛这么失落。颜黛呢？他还完书便走了，我问他也没说。他跟我约好了一起去放仙龟，没想到我等他许久，却不见他。还来得及，我再去找找看。还好，还不算晚。应元君，这一幕已经演完了，我开始给您演下一幕。应元帝君。他们便是为六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。这些英雄不在乎是否被铭记，因为他们，这个新世界便是他们树立的丰碑，而凡间的甘霖，便是上古诸神对这些英雄的悼念和感恩。你西尾倡导的北冥仙君，是否也已陨世？仙魔大战遭遇了魔族的突袭，仙灵尽散，在瑶池盛宴前已经故去了。所以他才加了这场戏。你走吧，日后不要再过来捣乱。今日谢谢你的好意。应元君，我刚才演得那么卖力，您听完以后难道就没有什么感想吗？罪人之间，不足挂齿。既然您不想说，小仙斗胆想评论几句。在小仙的眼中，战争十分的残酷，是胜是负，并非一人一族的罪过。应元君创世，难道
您就这么不怀念您亲手开辟的新世界吗？一点眷恋都没有吗？小仙斗胆，请应元君解了这神树的绑缚，早日回宫安抚大家。不用了。不要！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无妄之火？火毒一旦发作，便会无法控制的伤人。你放我离树，不仅救不了我，还会伤了你自己。荼毒3界，你还不快走！怎么可能呢？你是堂堂的帝君，天医馆里有那么多医术高超的天医，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我已经不再是帝君了，不要再叫我的名字。走！快走！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的。上啊！同僚既死，会已罪无可赦。助我了此残生吧。我拼尽全力化为人形，如今看来，倒不如做回一条鱼，从此无喜无忧，还更自在。我儿与昭兰在这里过得可好啊？这玄心崖仙气果然不凡，你们2人不日便要化形了。敖玄，为父再传你一套聚气心法，你带着昭兰好好修炼，她可是你未来的王妃。希望你们2人早日成形，成为我龙族的佳话。这欢聚和美的场面，我也曾经有过。然而，再好的日子，眨眼间已成往昔。师父陨世，一切回到最初，我依然不过是一条孤零零的小黑鱼罢了。师父，若你还在，一切是否会不同？是我太贪心了吗？看着你在我身边叽叽喳喳，又笑又闹，
当时只做是寻常之情，如今看着你也待别人这样好，为何我会如此难过？无妄之祸，小人帝君平日和气威风，竟会被他害得这般凄惨。各路佛祖天尊，我之前都是开玩笑的，我只是想摔他一跟头，没有害人之心。还望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再计较了。现在我重新许愿。我希望应元君伤愈复明，依旧是那个威震3界的帝君。我这藏书阁又不是什么禁忌之地，你怎么每次专挑黑灯瞎火的时候来啊？别看了，严旦不在。我又不是来找他，我是来……得了吧，只要他不在，你别跟丢了魂似的。书上说，你这叫害了相思。相思？什么是相思啊？你可算问对了人。相思嘛，那就是恨不得时刻和他在一块儿。他若笑，你便不胜欢喜；他若哭，你便五内如焚；他若是为别人哭笑，你就会如魂飞魄散般痛苦。凡人云：平生不会相思。这诗曾在严旦的戏中出现过。平生不会相思，才会相思，便害相思。于墨，你不要命了？啊！动情可是要犯天条的。难不成是严旦拒绝了你？我失约了，他也失约了。可是他根本就不在意我到底有没有去过。你说的这般凄惨，你们吵架了？我认为有来有回才算争吵，可是这些皆是我一人的心思，严旦全然不知。哎，你答应我，一定不要告诉他。嗯。黑土，瑶池盛宴，你为何没来啊？他去了呀，只是晚了些。来得晚一些。那你为何不提前告诉我？那下了戏台，你又去哪儿了？我不能说，因为我答应了别人。那还有，我们约好一起放龟，我在藏宝阁等了你好久，你为何也没来？昨天晚上东海龙王在玄心崖传授妻子心法之时，我在一旁偷学来着。我是学得太入迷了，所以忘了时间。严旦，大人有大量，就饶过我吧。我呢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，我倒是不介意。那个龟小弟怎么办？东海龙王身上有旧疾，每次上天庭之时都会带一些仙药下去，那仙坛之中装满了仙药。我们可以找机会把小龟装入仙坛之中，他便可以把它带下凡间了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们约好一起放龟小弟，到时候你可要记得赴约啊。那你们先聊吧，我还有正事儿。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心里话？我认为有些话一旦说出，
能连朋友都做不成了，对吗？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进取心都没有？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，不想做夫妻的朋友。什么夫妻不夫妻的？别乱讲。我只想守护他一生，我不想让我的心思成为他的烦恼。祝他一生喜乐，我便足够了。无妄之火，剧毒之手，种之非死即入魔，无解。他的伤，竟然真的会死。我最近又新得了一副未解棋局，帝君快来看看，能否破解啊？应渊，此番大战由你亲自领兵，仙界必定凯旋而归，我也放心去了。保重。再等等，很快我们就可以相聚。应元君，你醒醒！应元君，应元君，应元君，不是让你不要再来了吗？我是想不来的，可是我昨天晚上做了个噩梦，梦到你变成鬼来索我的命了。我在想，如果不来此处解决这件事情，估计下半辈子都要做噩梦了。三界没有鬼，你不要再次胡言乱语。你没有见过鬼，难道就真的没有鬼吗？万一你以后变成鬼了，那我倒是找谁去啊？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这是天善殿刚刚做的桂花糕，很好吃的。这仙士身上为何会有汉丹清香？它难道是银丹？怎么了？你觉得不好吃啊？唉，看来天善殿的厨子该换一换了。口气语态，既是他的样子，回音堂不会认错。可我如今庆庄，绝不能问，也不能留他。你到底要怎样才能离开？再这么胡搅蛮缠的话，我要是变成厉鬼，第一个找你去索命。你刚刚不是说三界之内没有鬼吗？鬼神之说只是无稽之谈，但是皆因心病而起。我现在看你这样郁郁寡欢的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不如这样，我拿个枕头过来，在地衙陪伴你，这样我心安一些，估计也就不会做噩梦了。
当真和以往一般无赖，我随时可能毒发，如何护得住你？你若真是担心的话，那我便赏赐你个物件。把手伸出来。这是我私创的不离锁，入尘为开，破空为闭，如此你便安心了。我知道，你给我这镯子呢，是怕你火毒万一发作的话会伤到我，让我阻止你靠近我是吧？可是镯子可以防得住人，可防不住鬼哦。你这小仙怎可这般无赖？当真以为我不敢对你动手吗？放心吧，伤不到我的。我带了匕首护身，只要你敢靠近的话，我就哼。反正我这个人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我一定要照顾你，让我变得心安。就算你是邪神玄香，我也不怕。玄香，叶元君，叶元君，叶元君。天医馆真的是财大气粗啊！100年的灵虫，1000年的玄冰，还有盆儿一样大的灵芝，不如多拿去给银元君试试，能延缓点毒性也好。元旦，你看，这个应该就是天庭赐予东海的药坛吧？太好了！龟小弟，你的愿望就要达成了。等到了凡间，就不会有人乱翻你了。今日我们救了你一命，你要记得我们。嗯，我会想你的。来，医书上白纸黑字写着：无妄之火，唯有四叶撼弹之心可治。为何非要去寻别的法子？如今瑶池里的莲花都被摘光了，花粉也磨了几大缸，还不是毫无作用？取心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剜心者痛不欲生，心力大减。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四叶撼弹之心，我的心
能救他。你用绝尘术把我给隔绝了，但声音隔绝不了呀。尹元君，你把自己关在地下这么久，是不是许久没有听到外界的事情了？要不要我给你讲讲？你想听军事啊、政事啊，还是八卦？我知道，定是八卦是不是？巧了不是？正好有个新鲜的。前几日有一对偷偷相恋的仙官被人发现了，他们为了不再分离，就双双跳下了吴桥。哎，你说这天龟啊，真够迂腐，活活的害死了一对相恋的人。擅自跳桥者，乃天条重罪。跳桥者，堕出3界，心灵尽毁。虽说并非必死无疑，可幸存者也难免无力为心，只能忘记前尘，化为凡人，历经人世之苦。这么说，就算不死也会掉层皮啊！像我这样灵力低微的小仙士，若是跳下去，肯定就灰飞烟灭了。休要胡说！你若遵守天界律法，断情绝爱，就不会有那一日。要我说，你们上神怎么一个个这么古板，还怎么带领9重天进步啊？这是什么？不是吧？我不过调侃你几句嘛，你编出这些吓我干嘛？干嘛呀？别追我！这是修罗王陵，创世之战后，他们已经在这里封印了1万年。你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解开了你！我只是想挖个地道给你送药，没想到这封印这么脆弱。又来！如此倒霉，可知我刃魂剑重见天光之日，便是他命丧黄泉之时。修罗族尊主玄烨为害6界，已被诛杀。你为他佩剑剑灵封印于此地，亦有屠戮之罪，你休得造次。刃魂只认宿主从不低头，除非剑断魂亡。你有重伤，估计打不过他，我去叫天兵天将来帮我们。
应元君。紫血，你竟是……你竟然是我修罗族的后人！你为何在天界藏匿，和众仙同流合污，危害我族？你可对得起你体内修罗族的血脉？应元不是天生仙胎，修习成为天界帝君的吗？怎么会是修罗族人？修罗族涂炭生灵，罪无可赦。除恶务本，以慰苍生。此女知晓了你的修罗身份，你还要护她性命？修罗血脉本就是我的罪孽，我绝不会因此牵累旁人。你都这般模样了，还这么倔强？你身负创世之战，殒灭的万千性命，满腹戾气，应当就此服罪。天地一变，正邪轮转，我倒是长眠够了。镇魂剑灵，今日脱离旧宗，易主归顺。应元君，你没事吧？我无妨。我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正好和子建一同远逝，这世间就再无修罗族之患。刚才那剑灵说，你是创世之战所灭的修罗族后人，这是真的吗？你知道自己的身份吗？这不是你该问的事。没想到身为帝君，也有这样悲惨的过往，他定是自责身世，所以才如此克己复礼。这神树怎么了？怎么掉了这么多叶子啊？5日之内，神树必将枯死，此地不宜久留。你快走。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呢？走。应元君，糟糕，又毒发了！定是刚刚救我的时候损耗了太多的仙力，好烫啊！哎呀，我去战场是去驾驭灵兽，是去施法助阵，又不是挨刀淋雨的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你看你弄这么大一个包袱，里面啊，丹药、衣服什么都有。就差把棺材放在里面了，多不吉利啊！拿回去。仙君，有应元帝君打头阵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说不定明天此时此刻，那魔族已经认输投降了。你要是有这份心思啊，你就帮我好好照顾这个仙池里面的那些灵兽。2条小龙就要化出仙身了，这条小黑鱼也是化为人形的关键时刻。每天的灵药一定要给我喂足了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还有啊，哎，好，我都知道了。对了，咱这时辰也快到了，您就赶紧出发吧。我说的话都记住了？记住了。好。
见帝尊。远古诸神，往生先烈，吾等幸得庇佑，天下承平已久。然魑魅魍魉之辈重起兵祸，阴阳不可乱，乾坤不可转。今吾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天极子虚帝君昭胜，越极赤翼帝君弯月，原始长生大帝，冀都星君还钦，北冥仙君辅佐，率天兵100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6界。4大帝君曾助吾创世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；有神享之，永随6界。上神领兵，必得凯旋；6界不惊，山河永宁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万圣，神界万圣。仙界之辈，乃天魔结界最薄弱之处。难道他们是想……你们先按原计划赶赴魔界，我有事情要去查验，稍后便知。众将士，出发！是。还好天兵天将征战去了，守卫松懈。这神庙一直以来由我们鲛人族守卫，如若私自带人潜入，可是要违反天条的。被发现了，自然违反天条。这深更半夜的，怎么可能有人看到？你要祈福就找流星祈去，这万一要闹出什么风波，我会被弄死的。哎，没关系，不会让你受牵连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和严旦顶着。走走走，走。4大帝君保佑，可千万别生什么乱子。哎，你真的是来许愿的？你不是说过吗？你已经跟流星许过愿望了，而且他帮你实现了呀。嘘，那个怎么能跟这儿比呢？这是众神众仙来祈福的地方，肯定更加格外灵验了。我的《创世英雄传》刚刚写完。瑶池盛宴数着日子马上就到了，我想请远古诸神保佑我们一举夺魁。真的？不过既然来都来了，不带回去素材，岂不是有点亏本了？走。祝愿应渊君万事胜意。日日从我宫门前路过。哦，梦离仙子，这个梦离仙子可是个大美人啊，怎么眼睛这么瞎啊？哎，你不是说应渊君他喜欢帮助别人吗？这可不失为一个好靠山啊！这么好的靠山为什么不要啊？难道说他长相不堪？长得也就那么回事吧，主要是性格无趣，非常正经。这嘴上天天说着天条，这也不许那也不许，结果不还是招蜂引蝶啊？你也别在这儿愣着，你去那边看看，没准能为我们的戏添加点什么真实的素材呢。去吧去吧。
六界和平。没想到私下还是这么无趣古板。报答北冥仙君养育之恩，让颜淡日日开心。你写了什么？给我看看。你这条小黑鱼还挺小气的嘛，不给我看一定是有秘密喽。难不成你有脚气？你才有脚气呢。我写的是，让颜淡日日开心。切，傻子才信呢。哎，你怎么有那么多愿望？干嘛偷看我写的愿望？我好不容易才来一次，当然要一次许个够了。去，别看我。小气。一，我愿望很多，最好都能实现。二，成为6界第1画本大家，创世英雄传夺魁，只希顺利升仙阶。3，云墨开开心心。4，番归军大战出丑，众仙女双眼复明，看穿他的小人本质。5，六界和平，应渊军破敌100万，平安归来。我的天老爷，天要塌了！你们造了什么孽？这巨柱乃是神庙的基柱，一旦倒了，神庙必垮。神庙乃是瑶池的地心石，如若垮了，瑶池7个就会倾覆，水淹9重天，这是灭族的大罪啊！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做啊，我们就坐在这儿写愿望而已啊！对啊，神庙贯通仙凡2界，难道凡间沦陷了？魔族有意要水淹仙界吗？全完了！还去！下界潜伏多日，想与应渊里应外合，击溃我魔族大军。我们不是不知，而是要留你这鱼饵，等着今日瓮中捉鳖。第4大帝君向来竹爱分透，同气连枝，怎么如今他们连来为你收尸都不敢？
玄香，5万天兵已经剿灭了魔都屯兵，你后方无援，认输吧。献我血肉，奉为神享，就此通天之力，逆转乾坤本源。
应渊！应渊，你的眼睛。 我没事，是我冲动了。没想到这九尾蛇，在万魔之眼的加持下，毒性会这么强。一旦接触，必定会渗入肺腑，必须立刻送往天医馆疗伤。不可，我是统帅。如今帝室一事悬香在逃，我怎么能走？可是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出俄勿近，你们快追！我军已攻破敌方后阵，玄香狼狈逃窜，此战我们已经赢了。如今你伤势要紧，拖延不得。是啊，应渊，我会派人立刻送你回天庭的。别废话了，战事要紧，快追去！去啊！好，好。帝君。